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，我是不只是装修的季安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是因为呢，我们最近的 SPC 强版有很多的观众在问一些常见的问题。那这些问题呢，我们决定把它整合起来，要不然大家一直问吼，既然回答不完，拍一集这集 Q&A 来一一回答大家常见的问题有哪些。没错，一次问完，一次回答，轻松又快乐。那我们首先直接来进入我们的问题哈。那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很多人他们在问，这 SPC 强版，说它是强版，那它可不可以坐在天花板？墙板顾名思义，当然是坐在墙上啦。为什么不能坐在天花板呢？让我来讲一下。其实一片墙板啊，它其实2尺宽、8尺长，它其实很大一片。那它的重量呢，其实比我再轻一些而已，大概我的1/5啊，体重多少自己回推。所以像这么有重量的东西呢，其实不适合坐在天花板，因为你坐在上去呢，可能过没多久它就垂下来，0.1公吨，就只有0.1公吨而已。那接下来哦，第二个问题大家常问就是。我们那个 SPC 强版啊，说可以坐在厕所里面嘛，可是它有那个接缝啊，那个接缝水会不会透过那个接缝跑到墙的后面呢？像以前的装潢的材料啊，它其实水跑到后面去就会产生，比如像壁癌的问题，那甚至它可能原本的胶都已经脱落了，然后导致它原本附着在上面的东西，不管是纸皮或是说其他的瓷砖或油漆，这些都有可能会胀裂或脱落下来。但我们的材料不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我们的表面都有做疏水处理，其实水在透过上面会直接下来。那像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的接缝处，因为就像各位玩过巧拼，前面也讲过，我们就是像这样子一左一右，直接搭配起来，噔噔，其实水是透不过去的。我们是有在做蜂蜡处理，还有密合度比之前好非常多，跟那些常看到的材料，它不会穿过去。所以呢，像之前讲的，你要在厕所里面吃泡面，你都不用担心。我还是没办法理解有谁会在厕所里面吃泡面。那接下来第三个啊，大家想问，就是我们那个 SPC 强版，它是用胶粘合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胶啊，会不会随着时间而被水给溶解掉呢？这个更不用担心。为什么不用担心？是因为我们在选的胶，当初在粘合的时候就已经选择跟水不会有反应的。那我们就俗称水解的反应，它不会因为水可能长期泡着，或者说侵蚀它。它这个是不会跟它反应，所以我们可以很牢的粘在墙壁后面，你不用担心那会掉下来。像其他的胶，可能强力胶、浆糊这种东西，你看水可能泡久了，或才风天潮湿的时候，就这样这个哇哦掉下来，打到你的脸，打到你的头，打到你的手机，不用担心这些问题，所以它绝对不会掉下来，绝对不会。OK， 因为通常浴室装修，连那个水管啊、电管都会一起换。那没错，我们这个水管跟电管啊，它是要在事前处理呢，还是可以事后再处理呢？当然，事前处理是最好的。因为在水电管，你可能在你家的房子已经住了30年，那里面的管线都可能生锈了，然后甚至破掉了，甚至水已经开始喷出来了。那这种状况一定得先处理嘛。你水管在这里，你墙壁盖上去，你水管不就摸不到了吗？与其在坏掉的时候，现在可以摸得到的时候，赶快把它做更换或者做补洞，这种动作先做好，你后面就不用再挖开这个美丽的墙板了。所以你一定要水电先处理，不管你要换水管，你要换马桶，你甚至要换天花板，这些的东西都先处理好。我们最后再让墙面上去，给你一个漂漂亮亮、没有挖过洞的墙壁。要贴这个墙壁之前，那个修缮都要先完成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像我们墙壁啊，如果水管都不用换的话，那我们的厕所那些这种玻璃啊、马桶啊、洗手台啊等等的这些东西，要不要拆下来呢？其实要拆，那要拆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其实附着在墙壁的东西。什么样的东西会附着在墙壁呢？第一个就是浴柜、镜柜，你可能就贴在墙上嘛。你一定是在墙上看记者，你不会放在地上。那另外一个你要拆掉的可能是马桶，因为马桶水箱不是粘在墙壁上吗？那个也会影响到我们墙板的施工。因为我们原则上，我们墙面在施工的时候，希望墙面越干净越好。如果你是整道上面没有任何东西的墙面的话，那做上去的装饰效果会是最好的。你再把这些东西上去，会看起来比较整体。如果你没有拆的话，我们就只能沿着它的边这样切，你就很像在素描你的那个马桶啊，这样素描上去，那个边都好明显那会看起来奇怪。感觉这个施工也会变很久。对，所以得拆，为了我们工程顺利还有美观，拆吧。如果我接下来要固定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我想要在我的浴室上面挂一幅画，我可以锁钉子吗？还是我可以锁螺丝吗？可以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因为我们墙板啊在上面，其实你只要直接打钉也 OK， 或是你要是钻东西去固定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在锁毛巾架，比如说你想要锁自己的画像，也可以。通常我们会在厕所挂个
风景照或者是其他的看起来比较宜人，不会挂自己的自画像。没有，我说是我会挂，我喜欢看到我自己的脸上厕所。那你就挂个镜子就好了，你干嘛挂自画像？钉过去没问题，它不会裂开。那你用锁的话，我希望可以先引动，因为先引动，你在塞那个膨胀螺丝的时候就不会皲裂。因为你在锁的过程中，它可能螺丝这样转，它可能会把旁边的顺便一起刮到。那如果你先钻好洞的话，它就会先按照原本的洞就钻进去，然后就会固定的很漂亮，所以就在旁边就不会有一些刮到的痕迹，就是没问题的。锁跟钉都没有问题。在锁的时候啊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锁的吗？如果你记得后面有水管的话，不要锁它。那钻到水管的话，那这就是我们再回到之前的步骤，水管要更换。这个墙板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不能钻的？我知道只能钻正中间吗？还是哪些地方？这个就没有限制，这个就随你高兴。所以我这个卡扣的地方是可以钻的吗？可以啊，对，特别这个讲到做卡扣处，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卡扣这个地方有做防水，但是钻了之后防水不就没了吗？所以我们在钻好之后啊，在那个洞旁边可能要打一些那种防水的胶，比如像矽利康。对，我们在螺丝上面磨一些矽利康，让它进去，让旁边周边都有胶，让它不会形成一个破口的洞。然后用胶填满它，它就不会因为这个洞，然后防水会有问题。所以那其他地方呢？其他地方要吗？其实也要啊，其实这些都要嘛。对，都要。那个铁皮的墙面，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 SPC 墙板贴在上面吗？如果纯粹直接贴在铁皮上的话，其实不太行，因为铁皮其实在太阳底下吸热跟散热都非常快，它很快速的温差过大，所以会导致它的热胀冷缩会来不及，会导致它胀裂。我们通常是不建议直接贴在铁皮上。但是如果在铁皮上加了一些木板的话，就 OK。SPC 墙板这个东西啊，它可以做在户外的墙壁上吗？户外的墙壁，老实讲，其实我们这个东西都是以室内为主。但户外的墙壁呢，我们有做过一场是在那个1楼的骑楼面，就像那个台湾不是很多骑楼嘛？那1楼的骑楼面其实算是半室内。这种地方我们做过，那目前做到现在3年了，也没有什么问题，也没有因为说，可能太阳西下，然后西晒导致它破裂、胀裂，这些都没有。其实不单单只是热的问题，还有那种台风天，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地震这种事情，那个强度结构会不一样，所以不适合做在纯户外的空间。那可能我们会洗浴室的时候，我可以用什么？比如说浴室清洁剂啊，或者是我可能会用稀释过的漂白水啊，或者直接漂白水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这个SPC 墙板会不会有问题啊？这个东西不用担心，它没有问题。就如说我们刚刚说了，我们的材料上面都有附着 coating， 那都会有一层表面的涂层。那这种东西其实具备一定的酸碱的抗性，所以你一般常见的可能魔术林啊、预测清洁剂啊、什么威猛先生啊，甚至是大家可能国小刷厕所都用那种漂白水那种东西，都没有问题。刚刚说菜瓜布没问题，那如果有拿钢丝绒的话，可以吗？钢丝绒就不要，拜托。那个它是铁刷 ，OK。所以我们现在这边桌上了2个颜色以外，它总共到底有多少个花色呢？它花色种类有哪些？现在啊，其实我们在制作这个产品的时候啊，我们现在目前有30几种花色。为什么说几种呢？因为后面还会再持续的新增。其实我们都有不断的在更新图，与时俱进。可能现在的人的喜好都会跟着改变，但我们可以分为我们花色有3大主轴。第一个就是属于那种传统的瓷砖纹路，毕竟旧爱还是最美。所以那种瓷砖纹路我们都会继续去保留，然后还有发展不同颜色的瓷砖，还有不同的花砖，这种纹路我们都有。第二个方向就是木纹，因为有些人厕所可能瓷砖看腻了，想要看木头的，想把自己的家弄成像桑拿房那样子，像这种木头纹路的墙板的我们也有。然后最后一种呢，就是这种比较高级的这种大理石纹路，可能像是花岗岩大理石这样子。比较大版的纹路的话，我们也有。我们主要的主轴就这3种花色去制作。那我们这样加起来，总共有大概30几种的花色，还可以选择，所以不用担心，一定有你的爱。这些板子啊，它的尺寸大部分都是什么尺寸呢？因为其实墙面的尺寸啊，不管是运用在厕所，或者说运用在那个室内的其他墙面啊，其实一般墙内的高度也差不多坐落在240公分。因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因为我们在电梯可以进得去，如果电梯进不去，我们可能你家住14楼，我就要爬14楼，那很累，似乎很累。基本上都是以2尺、8尺为主，然后少部分的会是48尺的板子。OK， 了解。观众他们家里也都有养猫，如果猫去抓这个墙壁，这墙壁会不会抓坏？哇，要抓坏其实蛮困难的，因为它其实爪子，它猫的爪子其实硬度没有那么的厉害，它是穿刺你的布、穿刺你的肉很容易，但是要穿刺那个墙板
不简单。我觉得可以先训练猫不要疯狂的抓墙壁，你的墙壁后面装了什么东西？泡面。这个墙板没错，到底要多少钱？哦，这个问题相当的核心，也相当重要。直接公布价格。其实像台北市，它应该说不止台北市，像常见的厕所1.5平啊，其实我们施工的费用差不多5万左右。对，这是我们的施工到墙面完成的价格是5万，但是我们同时也省下了很多的时间。我们甚至比传统的那种瓷砖啊、水泥啊或者其他的施工方法，我们至少省掉了1/2，甚至到1/3的时间。而且我们不用拆除原本的墙面，原本墙面就好好，我们直接贴上去就结束了。我们帮你省掉垃圾清除的费用，各位不用烦恼说你垃圾要拿去哪里丢，你又不能丢在那个垃圾车里面，你还会被罚钱。用举例来讲，像我有个朋友开那个医美中心的，又开在台北市这种精华的地带。你想那个精华地带月租金少说也要20万起跳吧？如果因为工程，你看像我的工程1个礼拜就结束了，像他可能因为要施工2个礼拜，可能要拖到第2个月，都在装潢，他的租金就是要再多烧20万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快速施工的方法，帮他省下了1个月的租金20万以上，想必是非常的划算，这是会赚钱的 SPC 墙板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主要就是用时间来取代我们的金钱。没错，就是快。所以这以上呢，就是我们这次收集到了所有大家的问题啦。如果你还有对于 SPC 墙板想要更了解，或者有疑问的地方呢，你可以在下方留言，我们都可以一一回复哦。如果有很多的问题的话，也许我们可以再拍一集新的 Q&A， 让大家知道我们常见的问题有哪些哦。记得一定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，还有分享，记得要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。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，我是不只是装修的季安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